美国口出狂言，同时对付中俄不在话下。中国一招出其不意，让美国瞬间失声。大家好，欢迎收看马超说。美国最近又口出狂言了，不仅宣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国可能是唯一的全球大国，可以边走路边嚼口香糖。同时，美军印太司令约翰·阿奎利诺还不忘借机炒作台湾问题，扬言一旦威慑失败，他有信心领导美军战斗，并且取得胜利。简而言之，美军印太司令这番话是在向全世界喊话：美国既不惧怕俄罗斯的威胁，同样，解放军也无法对美军造成任何的威慑。美国依旧是主导全球的唯一大国。与美国自我感觉良好、目中无人自相矛盾的是，美国印太司令表示希望与中国直接对话。根据彭博社的报道，美军印太司令曾经尝试与中方接触，包括邀请中方参加下个月在斐济举行的年度防长会议，但是都遭到了中方的拒绝和忽视。值得注意的是中美两军交流受阻，实际上是由美方一手造成的。美国近年多次炒作台湾问题，渲染中国威胁论，并且3天2头就把航母和军机开到我国台海、南海，制造紧张局势。而中美关系更是因为流浪气球降至冰点，中方为此多次拒绝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美军最高将领米利的电话。虽然前不久布林肯、耶伦接连访华，克里最近也对我国展开了访问，但是他们都难以从实际层面出发缓和中美紧张的关系。相比之下每次美国面对中国的冷漠都变得焦虑不安。只要中国拒绝一切形式的军事交流，美国就越发的紧张不安。主要原因是美国一边对我国大搞科技战、贸易战，玩极限打压，一边又想和我国保持接触，以便察言观色、评估形势，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而目前我们对美国采取不搭理、不参与、不沟通3不原则，也让美国慌了起来。去年佩洛西窜访台湾，中方当即宣布对美采取8项反制措施。那么其中前3条取消，意味着我国军方与美国军方中断了所有的联系。现在我们不过是在严格执行自己中断中美军事沟通的反制措施。那么至于美国为何忌惮这一反制呢？最大的原因就是大国之间为了避免战略误判，会时刻保持军事沟通，以免摩擦升级为战争。而一直故意将风险提高的是美国，而并非我国。因此，忌惮战略误判导致冲突而被束手束脚的也是美国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他急于恢复沟通，而我们却一直坐怀不乱。而美国印太司令这番话在面对中国时，一下子失去了他口中美国世界霸主的英勇身影，完全是走夜路吹口哨的表现，虚张声势。所以美国只能通过炒作所谓的攻台来展现美军在太平洋的实力，鼓吹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在美国，但实际却是美国只是纸老虎，从来都不敢对中国来真的。面对美国自我打气般的言论从某种层面证明了中国工业实力的强大。即使我们在冲突一开始会吃一些亏，但是依靠着强大的工业产能就可以很快的回血。而美国方面呢，高精尖武器是多，航母是多，但是面对我国航母杀手，他们也未必有打赢的底气。只有军事实力强大了，我们的腰杆子才能挺起来。2016年中美南海对峙，美国就不敢硬起来，而现在美国也不过是虚张声势，自我催眠。好的，本期话题到此结束，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聊。